这台小米新国标磁吸充电宝用料合格偏好，安全管理链路完整，无线体验和日常有线补电都比较稳。拆解后，它的电路进一步验证，它真正的舒适工作区还是15瓦到18瓦这一档。它适合随身日常补电，也适合看重磁吸支架和安全管理的用户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测试片跑完之后，这台小米新国标1万毫安磁吸充电宝的性格已经很明显了。它的无线充电表现比较稳，日常低功率输出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但到了27瓦、30瓦高功率放电，断开保护和纹波上升也确实是摆在这里的。所以这期拆解片我们重点看几个地方：它的新国标安全管理到底是怎么实现？电芯和保护电路有没有升级？高功率输出为什么扛不住？以及磁吸无线和散热结构到底是做的怎么样？趁未了解，才会真相。我们开始对它做拆解啊。充电宝拆解有触电的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啊。内部有锂电池，有可能会引发爆燃。这个盖子很容易就撬开了啊。磁铁区域用钢片压住，粘在这个背板上面的散热硅脂贴上面还有一颗锡珠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紫铜石墨复合导热贴啊，这种复合材料导热效果还是不错的。电池和线圈中间这里还有一个固定支架，电池和无线线圈中间是麦拉片做的隔离。显示电量用的数码管通过这个软排线连接到主板上，排线断开，可以看到它有2个 NTC 热敏电阻啊。拿出这个塑料支架，主板有螺丝固定，我们把它卸掉。一共有2片主板啊，用排针做了连接，散热硅脂贴固定自带线有2颗螺丝，需要散热的地方都有啊散热硅脂贴。螺丝卸掉以后，就可以连支架带底部的主板一起拿出来。底部还有2颗螺丝，用来固定中框支架，这个结构设计也是用了新的。2片电池中间有黑色的硅胶条，用来固定正负极的极耳。壳体底部加厚的泡棉，这个区域有一块黑色的塑料，因为这里有空隙，这个是为了保护电池的。主板底部也有一块导热硅脂贴，同时也有这个紫铜石墨复合导热贴，底部这块磁铁用来吸附支架。数码管背面有麦拉片隔离，还有一个钢片啊，用来显示电量的数码管就长这个样。断开电池的4个极耳，把这个电池模组拿出来，固定自带线的一个铁质的插销。底座的支架是固定在这个壳体上面的。充电宝我已经全部拆完了，我们接下来就是做电芯的穿刺实验。这一段我们的电芯穿刺实验已经做完了，先说明一下啊，实验结束后我放在室外继续的观察，结果一眨眼功夫，我做完穿刺实验的电芯被收废品的老婆婆当废品给我捡走了，有点无语啊。所以现在我手上没有穿刺后的电芯展示，测试是在可控的环境下完成的，大家不要模仿。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实验过程。这5次穿刺实验，每一次钨钢针刺入电芯后，我都是静置了大概45分钟左右再取下来的。穿刺的过程有轻微的冒烟，但没有出现爆燃，不过温度变化很明显，一次比一次高。电芯的最高温度的时候是140度左右，说明穿刺后内部的反应还是非常剧烈的。但是半固态不爆燃的优势比传统电芯安全性还是要高很多啊。Let me guide you
兄弟们，穿刺实验我们已经看到 ATL 半固态电芯的安全底子，连续5次穿刺没有发生爆燃，这个结果确实对得起它新国标产品的宣传方向。但电芯安全只是第一层，真正放到整机里面，还要看保护芯片、保护 MOS、电池均衡、温度检测、健康监测和主控逻辑有没有跟上。毕竟一台充电宝不是只有电芯在工作，后面的升降压、电流采样、V8控制和无线发射电路也会直接决定它在高功率、异常状态和长期使用下的安全边界。接下来我们就围绕这套电路，看它是不是认真围绕新国标做了系统设计，还只是把安全卖点停留在电芯材料上。先看电池保护和主控电路。这台小米内部采用2块 ATL 宁德新能源的半固态聚合物锂电芯，单块容量5000毫安时，能量值是 19.55 瓦时。实测单颗电芯在 3.8 伏电压状态下，内阻大约都是23毫欧左右。ATL 宁德新能源2008年成立，全球领先的高能量密度聚合物锂电池制造商。电池保护芯片来自深圳创新微微电子，型号是 CM1325， 用于过充、过放、过流、短路等保护，同时还支持电池均衡。创新微微电子2017年成立，专注电源管理芯片领域芯片 IC 设计。这个适应 4B4789 的器件是双 N 沟道 MOS 保护开关管，它与 CM1325 配合工作，采用 WLCSP-10L 封装，厂家的话没有查到。旁边一颗适应7001的芯片，厂家同样位置应该是电量管理或者电池健康监测芯片，用来配合 MCU 读取电池状态、健康信息、异常状态。保护芯片旁边有2组适应 3N-PNP 三极管，配合330欧姆的电阻，用来做2串电池的电池均衡。R2003 电流采样电阻，用于采集电池端的输入输出电流。温度检测方面有2颗 NTC 热敏电阻，一颗用来检测无线线圈的温度，一颗检测电芯温度。低压供电部分，北京盛邦微电子出品的 LDO 芯片，型号 SGM2202，盛邦微2007年成立，主营模拟集成电路研发与销售。主控采用南京庆恒微电子出品的 X035F8 系列 MCU， 负责整机逻辑控制和相关数据交互。庆恒微2004年成立，专注自研接口 IP 与微处理器内核 IP 的芯片设计企业。显示部分则由深圳天威电子的 TM1646 驱动数码管。天威电子2003年成立，业务覆盖显示驱动、LED 驱动和相关集成电路方案。接着我们再来看无线充电和2个 C 口的功率电路。协议芯片来自深圳星海科技，型号 CPW3220， 负责 USB-C 口和自带线口的快充协议识别与输出管理。星海科技2003年成立，是一家全信号链集成电路设计企业。主功率变换芯片采用上海蓝星科技的 SC8911 双向升降压控制芯片，它配合这一颗 2.2 微亨合金电感，组成整机最核心的有线充放电功率平台。蓝星科技2015年成立，主营电源及电池管理芯片。整个充电宝的滤波部分，输入输出区域一共配置了9颗 MLCC， 这一面看到有4颗，背面还有5颗，再加上一颗香港东家电子的100微法25伏过来电容。这套滤波和输出路径的余量没有对得很满东家电子1984年成立，主营铝电解电容和导电高分子固态电容。输入输出电流采样各用一颗 R005 白色的电流采样电阻。2路 V8 控制采用的是2颗深圳微造半导体的 MOS 管，型号是 VS3522D1。微造半导体2012年成立，主营 MOSFET 和 IGBT 功率半导体器件。按键旁边这里有一颗适应 O48 的小芯片，厂家暂时没有查到，从位置看大概率是一颗模拟开关，用于 V8 检测和信号路径切换。2个充电口输出端都配置有一颗 MLCC 做滤波，并且加入 ESD 静电防护和 TVS 顺态抑制。便宜的产品最爱省这些地方，但是这一台没有省掉，细节还算是完整的。无线充电部分采用的是上海福达半导体的 NU1705A， 负责无线发射控制、协议握手、功率调节和异物检测。福达半导体2017年成立，主营电源管理芯片。无线输入端用了4颗 MLCC 滤波，背面还有2颗。协振网络用了5颗 MLCC， 这一颗适应03111的 MOS， 厂家没有查到，用于协振电容切换，让线圈工作在更适合的状态。这一期测试和拆解做完，小米这一台新国标1万毫安磁吸充电宝的定位已经比较清楚了。它这次最大的看点确实在安全管理和新国标方向
内部2块 ATL 半固态聚合物电芯，穿至实验中5次刺穿没有发生爆燃，这个安全底子是立住了。拆开以后也能看到它配了完整的电池保护电路、双 NTC 温度检测、疑似电池健康监测芯片等等。也就是说，电芯保护、温度监测、状态管理这些关键电路，它是有系统设计的。有线和无线功率部分，蓝芯加星海加微兆加福达方案也比较成熟。它的7.5瓦和10瓦的无线烤机都比较稳定，再加上它把 PBS 作为安卓主兼容路径，这个策略也比较务实，日常兼容性也做得不错。拆解完以后，它的问题就更加的明确了。30和27瓦高功率输出会出现断开保护，30瓦档位的纹波也明显上升，原因就是电芯的实测内阻23毫欧，相比更低内阻的性能型电芯，它的高功率释放不能太激进。内部的滤波、电源路径、散热结构也明显更偏向实用和安全取向，没有把持续高功率余量堆得很满。所以我的最终评价是，这台小米新国标磁吸充电宝用料合格偏好，安全管理链路完整，无线体验和日常有线补电都比较稳。拆解后它的电路进一步验证，它真正的舒适工作区还是15瓦到18瓦这一档，它适合随身日常补电，也适合看重磁吸支架和安全管理的用户。测试为了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测载，客观输出。我是灵活自在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